运气恐怕是人尽皆知的一个高频词汇了。我们面对得失或福的无常，令自身或他人造成了非理性影响时，都会归咎于命运。这里说的运气和气运有什么关系呢？哪个在左右我们命运呢？运气不好，只能听天由命吗？带着这些疑问，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运气与气运。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运气，命本有其用，但无其形，故归于气，是运化之气。运气本身是对气的运用，是掌握了自然规律与法则后，借助其势力顺其自然的发展，而不逆流抗争，把自己的生命能消耗在抵制时代洪潮的奋勇里。顺着时代的气势，并非犹如浮木漂流那般放纵，那样最终也会成为浮木，沉入江底，碎成渣渣。在顺之无为中，又要能有自己的目标与主见，达成自我升华的觉悟。这进退左右沉浮间的把控，就是智慧的体现与磨练。身处湍流或水势中，各种暗流涌动交汇，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各种势力彼此冲撞着，较量着。如果不失水性，天真的、机械的、很有原则的直线航行；如果你的吨位与助力不是非常蛮横，帆船只是时间问题。手艺成直，其祸朝夕。大一统的理念与认知是一切成败的关键，知江河之源之静之所终，明水面之宽窄变化，水流之急缓变化。这些大一统的理念如果不能成竹在胸，每都需临时应对或事后诸葛，就会很被动忙碌。大一统的一体化宏观思维能力和秉持一个成见信念的刻板偏执守义是全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层次。守义之说日盛的今日，对此要有所认知。运气是应用之妙，而气运就是江河的水势之力了。入水行舟，顺流界势，不能不察验，知晓水势是分层与分流的，一眼望去都是水面而已，但深浅各异，流速不同。不同水流相互作用，形成乱流甚至漩涡，误入其中，苦不堪言，损耗元气。古人对一切无形之力皆以气名，即今日的电磁能量、势能、动能等。而能量对客观事物造成的影响与实质带来的变迁运作，被名为气运。气运要远远大于运气的力量。运气需要借助气运而行，气运是无形之道的显化，可见涟漪纹理即理。懂道理就是说，一个人知学好问，有了学问，也就认知渊博，懂得了更多的道理。懂道理的人是会变通的。所谓变通，就是不偏执己见。气运是混沌无常中的规律显化，被认知成阴阳五行八卦64分，是以地球为观察点，以太阳为轴，对木火地金水日月7个天体运行规律的总结。它们对地磁变化、气候变化、人文变化、自然变化提供了原动力，引发的影响早晚会显化出来，并有规律性可供总结。同时，这些犹如钟表秒分时针一般运作的天体，加上太阳系在银河系大表盘的相对刻度及12宫的映射，就形成了一个万年历法。这历法不因朝代更替、历法替换而改变，所以普遍被没有绝对时间概念的灵界灵体们用来表达相对时间上的绝对事件的起承转合。这就是占星术的根基。同时，因不同灵界空间中的时速不同，当相约一起或分别进入地球某一当下序列的时候，就是以绝对大表盘的时刻作为彼此的表的标尺。这就是八字的基础。一个灵体要投胎入某一个角色，需要确定其时空坐标、时间与空间。灵界整体规划与个体规划，人间群体趋势与个人展望，时代社会大潮与地缘政治，星体间的宏观影响与当地环境，
气运中的长期规律与短期波动，这5种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变量，同时对同一事物施加着影响。就好比你要乘船从武汉到上海，你需要知道哪个码头几点上哪条船。当你上船后，你一路的风景，到达那些风景的时刻，到达上海的时刻，上海所在的位置都是定数。这就是命程。你在洪峰期间还是枯水期走这趟，这是天时。你要路过的一系列地方，是在打仗，是在修坝，是闹土匪，是政府严管，是随机的必然事件。随机是有可能赶在你头上，必然是那里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所有事件都有周期性，就看你的行进日程周期与当地的周期是如何对应的。地方性周期有自己的规律，你船的行进也有其规律。你上了几点钟出发的船，来船开动的时刻，后续可能性在大概率上就都已经是定数了。这是人文的宿命。月球引起的大潮逆涨，日食引发的白日黑，星体错位时引发的罗盘失灵或偏移，都会客观地影响你的行进过程与时刻。或许你本不该遭遇的地方性周期事件，就阴差阳错地遭遇了或避过了。时代的更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登船的时候还一切静好，到了目的地却无法登岸，因为证据变了，你的证件无效了。更玄幻的，在船上因为机缘巧合，你觉悟了，对去上海谋功名仕途看淡了，或你被路上听闻的励志鸡汤鼓舞了，一心想着回老家创业，因此错过了或躲过了某些看似前程中必然的成败是非，甚至避开了海难，捡了条命回来。这些巧合是灵界的安排，个人自我意识并非毫无作用。在神、天、地、人15种变量中，个人意志占到了至少 15% 的作用。在很多关键的节点上，一意孤行和妄自尊大都可以达成逆天改命的效果，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都是经历与体验，顺逆之间各有滋味与收获。直意成妄，灵魂本自各有偏重，累世经历觉知不同，习气业力各异，依据渴望补缺的面向投生人间人家与时代时，选择不同的剧本时，按照地点与时间的动态排序来寻找自己的角色所在，就是八字4柱命盘了。八字是一个人的基础人生设定与命运规划，但这还要参考后续的各种面向的神人的变量参数。八字对天地时局起到作用，而神人的干预也可以让命走出飞扬与坎坷。其中的变数有3：小我臣服，高我指挥，灵魂被架空，小我意气风发，小事听高我的，遇大事跟着脾气走。3种变数都可以带来不一样的命程。当然并非说一辈子不能有个醒悟的时候或执着的几年，这就是运气与气运的互动关系。看到这里，屏幕前的你对命运和气运是不是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了呢？欢迎评论区探讨，也请订阅转发，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我们下期再见。